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我們先歡迎來賓前立委孫大千孫委員。大家好。中華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研究員李華球華球哥。大家好。好，還有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持續來關心在中日的這一場爭議哦。釣魚島現在是戰雲密布了，中國大陸的海警機炮艦驅逐日船。等一下我們會持續的來關心，包括美國智庫也開始做了一場新的兵推，等一下都會一起的來做關心。今天3個火線話題，我們會請來賓來幫我們特別做解答。第一個，我們來看到的是北京對日現在是實施最後的軍事通牒了嗎？最新消息，4艘的中國海警機炮艦已經長達3個小時的時間，持續的壓制日本的船只。釣魚島現狀是否已經被改寫了？日本還會繼續的挑釁下去嗎？第二點來關心的是，來自於美國智庫這邊做的一個兵推哦，有關於如果中國大陸侵台，那美日台如果一起加入戰場的話，恐怕這邊說會付出慘痛的代價。而另外一個數據也顯示，就算今天日本是保持中立的態度，不介入戰爭當中，死傷人數恐怕高達4600多人。如果真的介入的話，傷亡人數有沒有可能倍數暴衝呢？這是第二點我們會來做關心的。最後我們來看到的是，那有關於其他國家的態度，不管是美國或者是歐洲的態度，針對於這場中日的衝突又是如何呢？來看到北京已經2度的把日本告上聯合國了，美國卻是到至今完全的沉默，法國則是因為經濟的考量的關係，現在態度導向中國。日本現在一頭熱，自己往前衝，高市會不會自己害了日本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解讀。趕快來看到中日的這一場對撞已經升級到武力衝突了嗎？特別我們今天要關注到的是，在釣魚島的海域這邊火光四射啊！來看到的是最新消息，日本的瑞寶丸的號船這一艘船已經非法進入中國釣魚島的領海之後，中國這一次是完全不客氣了，直接來做反制。2個動作，先來看到出動了4艘的海警船，還有全部呢都是搭載的這種重型的機炮，並且依法驅離，強勢執法。剛剛提到了3個小時持續的壓制日船，中國海警的發言人也最新特別提到了，他說釣魚島跟附近的島嶼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方你必須要立即停止一切任何侵權挑釁的行為。反觀日方的方面，只能現在是求於這些外媒來特別做報道，說中國大陸侵犯了領海。但是我們來看到實際的數據，中國海警今年已經29次了，持續的進入釣魚島的海域之內，而且是連續18天都是存在的。國際是這樣做解讀的，中國這一次對於日本已經不再只是一個示警了，是一種宣示一個新的狀態。釣魚島，換句話說，中國認為是自己說了算，要日本別再做夢了。節目一開始特別來請教委員怎麼看了？4艘中國的海警船機炮全部都架好了，現在是準備要武力來實收釣魚島的意思嗎？未來中日海上摩擦會不會看起來往越來越頻繁的方向來做發展？委員怎麼看？對，我想釣魚島事件的發展到現在哦，你只能說是日本政府活該啊。就原本他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現在台灣還沒事呢，日本就先有事了。那麼這關鍵就在於高市早苗自己的失言風波，那麼他遲遲到現在不願意收回他當時錯誤的言論。可是對北京政府來說，很顯然他們不會善了了啦。那麼我曾经提過說，前一段時間我在這個上海，我看到了中國大陸幾乎所有電視台每天晚上的這個夜間新聞的報道，先罵高市早苗20分鐘，然後接着才報其他的新聞了。你要知道，當所有他的文宣機器都展開的時候，代表14億的人只要打開電視看到的都是同樣的內容。那你更不要講在過去這幾年哦，我想大概过去10年、15年吧，你到中國大陸去哦，你打開每一台的那個晚上的衛視的這些這個陸劇哦，大概有80%都在講抗日，就是怎麼樣抗日，怎麼在上海對付這個偽政權，怎麼樣對付日本的間諜，他講的都是這個內容哎。所以其實中國大陸的人民對日本的這種國仇家恨是從來沒有忘掉的。那再加上這一次這個北京政府又敲鑼打鼓的這個拉高分貝、提高姿勢，在國內做這麼大廣泛的這個宣傳哦，那當然你就激起了很強烈的民族主義啊。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如果今天這個高市早苗的失言風波沒有講個清楚、說個明白哦，分辨個是非的話，其實坦白講，你北京政府怎麼對內交代呢？所以你反過來說，當他敢對內採取這麼大動作的來做文宣、來做訴求的時候，其實他就已經打算這件事情一定要給日本一次痛擊，一定要叫日本想辦法把這句話吞回來。那為什麼呢？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骨牌效應嘛。就在這些年來，你看到西方國家、美國的這些盟友不斷的在玩擦邊球，不斷的在做一些這個當時的什麼2758號決議文的解釋啊，台灣地位未定論，每一個國家都在幹這件事情。你看到美國這些盟友都在玩這個把戲啊。所以其實坦白講，對北京來說，他就是挑一個最欠揍的打一頓就對了。你說要去修理德國、修理法國，可能有點累，又有點遠；打日本剛剛好，就在隔壁了。然後呢，這個打起來也是游刃有餘哦。所以对北京來說，我覺得如果今天高市早苗不撤回他的錯誤發言的話，必然在這件事情上，北京是不會收手也不會善了的。那既然是如此，他要做什麼呢？這就是北京政府厲害的地方了。他為什麼挑釣魚台？因為釣魚台本來就有主權爭議，就中日之間的釣魚台爭議，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介入，除了台灣。就釣魚台本來就是這個中日台三方在爭。那你說台灣跟中國，好歹在一個中國的架構下都是屬於中國，所以你說這三組裡頭有2組是中國，所以對中國大陸對北京政府來講，他現在去跟日本來談一談釣魚台這件事情，他絕對在國際法上站得住腳。其他的國家想要介入也沒有任何理由，沒有任何的理由，因為這種主權之間的紛爭，日本的北方三島跟俄羅斯當時也有紛爭啊，跟蘇聯都有所以這些這個相關的這些島嶼上的主權爭議，其實在國際上，就算其他的國家想要介入，恐怕也很難。所以對北京政府來說，我認為在釣魚台的主權這次的衝突上，他已經對日本做了極限施壓了。這個極限施壓就是說，你不收回這個言論，我就一步一步的進逼。你有種你就來打我，那我們到時候就看誰在這場衝突裡頭誰會吃大虧。那麼他已經吃定了一個沒有在美國背後幫他撐腰的日本，根本就是一顆麻糬啊，就是一顆軟柿子。所以日本長期以來的狐假虎威，不就是因為仗着背後老大哥嗎？可是北京政府在這個時刻已經跟川普打過招呼了，所以你會看到美國在這一次的這個發言其實是很謹慎的，而且很低調的。那麼甚至川普在第一時間打給高市早苗，我也不認為他不會提這件事情。那你就要看高市早苗願不願意在這件事情上退讓了嘛。所以我覺得對高市早苗來講，他當然極有可能是利用美國。大家外表看起來說他是為了配合美國演這出戲嘛，可是我現在看起來他極有可能是為了利用美國，因為呢他想要修憲，他想要放棄這個無核3原則，可是他必須要找個借口，所以他要借這件事情來完成他所謂的這個日本極右翼的使命哦。可是當美國老大哥不買單哦，美國老大哥沒打算自己涉入這趟渾水當中的時候，那你就要看日本政府自己怎麼收攤了。好，所以我們看到在日本這種大動作持續之下，北京現在等於是說可以看得出來是下了最後的衝擊。如果真的北京最後不忍了，不幸的發生了軍事衝突，我們也來看到，其實呢，美國智庫也做了相關的兵推，這個是來自於 CSIS 的兵推，在2023年跟今年分別有2份的兵推結果。我們先來看第一份兵推是在2023年寫下的。他說，24次的模擬當中呢，美日台會有高達22次，是成功可以擊退中國大陸的，但是呢，還是有一個問題，就是會付出慘烈的代價。那2025今年的兵推則是有26次的模擬，這邊沒有講到說到底誰會贏哦。態度已經開始有一些不一樣了，但是也有提到美日台仍然是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的，但是台灣得承受被封鎖。兵推也直接點名了，如果今天日本在這個當中是選擇中立，而且不介入這場戰爭當中，只是借美軍基地給美軍作戰的話，也會有4662人陣亡，但是沒有提到說，如果今天日本真正的介入在這場戰爭當中，這個死傷人數有沒有可能倍增？這個是完全沒有提的。我們就來看，如果真的發生的話，日本真的介入的話，會不會死傷人數是好幾倍？我們從這個 CSIS 報告也特別來看，是不是有美化這個數字的可能性？華球博士怎麼看？好，我既然是來自中華戰略及兵器研究協會的研究員所以我要特別把兵推這個事情要界定清楚。兵推的話，就我們早年在
軍事方面的話，它是要具備一個兵棋台，兵棋台上面要布滿所有的兵棋符號，然後呢，戰鬥地基線要畫得非常清楚，然後呢，所有的道路都很清楚，兵力、火力部署都有一定的兵棋的符號在上面。但是我就這個 CSIS 這個來看啊，這個它應該不嚴格講，應該不叫兵推，叫狀況推演，就是就政治、經濟、軍事、心理這4個是美國克萊恩博士早年啊評估4大國力來評估，所以他這個應該嚴格講應該叫政軍經的狀況推演，而不是我們真正軍事的兵推，這第一個決定。那麼他說啊，日美台22次擊退北京。我覺得，因為我沒有看到他的想定，真正的兵推是有想定的，我沒有看到真正的想定，也沒有看到他的作戰計劃，也沒有看到情報官的情報的這個判斷，所以要22次擊退北京，我認為這個難度是非常的高。北京呢不是紙老虎，北京現在的國力、軍事力量是全世界排名第2，僅次於美國，還在俄羅斯之前。那麼這是不是這個刻意的美化？其實以軍事的狀況來講啊。用美化這個詞是比較一般的說法，應該叫做事實的戰況的陳述。戰況打到什麼程度？這個戰況是膠着或者是崩毀？那麼看起來，如果照 CSIS 這樣講說22次擊退北京，那這個戰況一定是非常的悲慘，甚至於不敢說是全歼，但至少是重大的傷害。我認為如果就軍事來看，他連要轉進的機會都沒有。退卻的話也很難，是不是要採取逐次抵抗？那也不容易。為什麼？因為你既然是22次被擊退，那麼表示你的兵力火力受損得非常的嚴重，現場的作戰指揮官應該沒有能力繼續指揮這個部隊，而且呢，就這個狀況判斷，增援的部隊來不及投入，增援部隊就是預備隊，預備隊投入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叫做扭轉戰局。那看起來，如果22次連續被擊退，好，那可能這個我認為這個可能性不高。而且我補充一點哦，其實因為在過去這段時間，我有特別關注 CSIS 的相關的一些內容哦。他其實講的就像剛才這個華秋哥講的，他講的很隱晦啊，他其實從來沒有把真實的狀況講清楚的。可是在這個隱晦裡頭，就包含很多外交辭令哦。大家要注意2句外交辭令。第一次的2023年版本，他說要付出慘烈代價。對，這個慘烈代價有多慘烈呢？我曾經看過 CSIS 報告內容，其中有一次，美國要損失2個航空母艦戰鬥群被擊沉在太平洋，然後要死傷幾萬人，然後台灣是一片焦土，整個台灣的這個陸軍損失慘重哦。那麼這個他們叫做慘勝哦，就是說好不容易打贏了。那這種情況，什麼叫做慘烈代價？我要問的問題是：日本要不要付出這個慘烈代價？美國要不要付出這個慘烈代價？台灣有什麼理由要付出這個慘烈代價？你看25年的版本講的一樣，26次他說要付出高昂代價。那這個代價到底是什麼啊？好歹講一下。你說台灣是一片焦土，然後我們贏了，那我們算贏嗎？就台灣的一片焦土，然後我們把共軍打退了，然後美國損失了一大堆航空母艦戰鬥群，日本被炸了幾個島，然後損失了陣亡了一堆人，有這個必要嗎？這才是關鍵問題吧。所以我覺得 CSIS 講的那個兵推的結果，就像剛才華秋哥講的，它根本就是屬於一個狀況推演。對。可是在推演的過程當中，他又不願意講實話，因為講了實話呢，可能自己打了自己的臉，所以他就用這種什麼慘烈代價啦、高昂代價來一筆帶過了。這種東西的結果是什麼？我先不要講美國跟日本要死多少人。這個東西的結果就是，我們家的孩子，我們的子弟可能都要在戰場上陣亡啊。好，一方面是來自於剛剛委員特別幫我們看到，來自於美國智庫的兵推哦，這個如果真的打起來，死傷一定會很慘重。那另外一方面，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看美國的態度，實際上的態度到底是什麼？最新來看到，北京其實已經連續的2次嘍，把日本告上聯合國，但是美國是一句話都沒有替日本說，而且專家也做了分析，川普未來如果真的台海打起來，協防台灣的可能性是偏低的，直接戳破日本右翼政客的幻想。另一方面，我們來看到另外一位哦，是現在正要去訪中的馬克宏，法國總統馬克宏哦。現在大家也在看說，他可能會基於現實，因為要跟中國在這個貿易上面不要讓它決裂哦，希望能夠持續的出口法國的白蘭地、豬肉、乳製品等等，所以在這個台灣地位上面，可能就會比較偏向
這個中國不要挺日本了嗎？那高市是不是一頭熱，自己害慘了日本呢？幹哥怎麼看？对啊，這就是馬克宏也倒向北京哦，也就是國際上面啊壓垮高市最後一根稻草。馬克宏非常重要，為什麼？因為法國老實講一句是全世界第5大強國，最重要的是什麼？核子威慑力。大家曉得，全世界只有5個國家具有核子威慑力，也就是中美英法俄啊。那法國在歐盟的地位啊，那不言自明。可是呢，馬克宏他2年前他就說錯話了。2年前呢，他去那個北京訪問的時候，回來的時候，他在飛機上面跟記者講什麼呢？他說，覺得我們的政策哈不應該隨着白宮哈這個打轉哦，不應該遵循白宮他們自我哈設限的那種政策。意思就是說什麼？意思法國，我跟你講，法國在美國眼裡哈，就是一個討厭的盟邦，80年來都一樣。对，從2次大戰打完的時候，戴高樂就不願意跟美國走在一起，他認為美國的利益是美國的利益，我們法國有我們自己法國利益啊，對不对？所以為什麼幹嘛跟人家走在一起呢？所以當時我跟你講，法國的戴高樂就是美國外交政策上面講不出來的，然後呢？不加入北約啊！你們都加入北約，我就不加入，幹嘛？我有自己的核子能力啊，我幹嘛要加入？所以其實法國是一個，美國真的很頭痛了。我看到了川普執政哈，他都會覺得說這個盟邦很頭痛。雖然說他在烏克蘭問題上面是支持我的，可是呢，他在對於中國的問題上面就不是這樣，對不對？那馬克宏坦白講一句，純粹的，他2023年呢，他2手策略，一方面說我們跟美國不是同路，一方面他又要對中國的電動車徵收那個關稅。結果你知道那個時候最害怕的是什麼？就是乳製品啊，就是酪農，還有誰？還有那個酪農跟那個就是養豬的啊，養豬協會，法國的養豬協會，光是豬肉乾跟那個酪農的奶製品，我跟你講，他們就嚇死了。為什麼？因為中國馬上祭出反制啊，這2個東西是不用進口了，不用進口的話，差點就讓人家給哭了。所以我跟你講，在那個時候，他2手策略就是說，我要徵收中國進口電動車的關稅，那沒關係，北京馬上就回應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這次馬克宏到北京去做國事訪問，乖很多，而且他會記住，不要再重蹈以前的覆轍，不要再講台灣問題。台灣問題不是你能講的。我講一句難聽一點。法國的國力哈，其實在1954年的法越啊，法國跟越南之間的奠邊府之役，活活打敗之後，法國從此退出東南亞。東南亞沒有你講話的份兒。為什麼？因為你根本你的國力從幾十年前到現在，你也沒有能力去過問東亞的事情。英國都已經退卻了，那法國你還能夠講什麼？所以馬克宏他現在你會展現出說。你看看他，到時候哈，他跟習近平哈，如果沒有聯合公報的話，記者也會試探說，對於高市早苗這件事情的看法，馬克宏一定會非常巧妙去避開這種問題，就因為他不可能站在川普的那個立場，他也不會幫日本背書。為什麼？因為他覺得他要保護自己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認為高市早苗等到馬克宏跟那個習近平。他們的會談結束返國之後，你就要知道說，各大國家你的主要的西歐盟邦都沒有支持你的狀況之下，高市早苗，你是不是要再發一份比較正式的聲明，向中國人民道歉？好，謝謝幹哥，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我們持續關心到的是這一場中日之間的爭議，日本現在持續的加大抗中的力道，把禍水難引，包括賣給菲律賓飛彈跟護衛艦，怎麼回事？我們今天一起的來做關心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來幫我們特別做解答的。我們先來看到的是高市政府哦，我們現在要看到的是高市政府不只是
計劃明年上半年廢除防衛裝置出口的限制，非戰鬥五類的規則也會全部的都給它拿掉。我先話題今天第一個，日本不只是挑台海，如今南海也在放火，都給它燒了。飛彈護衛艦它全部都賣給了菲律賓，逼的北京現在是得要多線的來開戰嗎？另外來關心南海的火線又要爆開了嗎？包括了日本跟南韓啊，現在是狂賣武器給菲律賓，再加上美國的提豐飛彈全部上桌，菲律賓變成了印度式軍火的一個拼盤嗎？現在如果來這樣子做判斷的話，是戰力還是災難呢？今天一起的來做關心。我們先來看到最新消息哦，日本它現在的動作已經不是完全的防衛了，而是在中國針對中國展開多線的開戰。來自於最新消息是共同社的報道，最快呢，高市政府計劃明年上半年它就會廢除這種防衛的裝備品了，出口僅現在非戰鬥類的五類的一個規則，它就會給它完全的給它廢除掉。所以呢，它打算出口給菲律賓，一共是達到了3種的武器。今天我們來看到，先是第一個03式的中程防空飛彈，它有什麼樣的性能呢？可以攔截飛機以及巡弋飛彈，射程大約達到50公里。第二款武器，我們來看到是阿五維級的護衛艦，也是日本第一款的匿蹤護衛艦，噸位3000噸，搭載包括了魚叉飛彈等等的武裝。另外，我們來看到還有三菱電機製造的軍事指揮控制系統等等。所以節目一開始來請教李博士怎麼看了？日本現在說了要賣飛彈護衛艦給菲律賓，他是想在南海開戰，讓中國大陸自顧不暇嗎？問題是大陸在南海這邊有沒有可能遇上的就是解放軍它的05大區雙航母，如果一起對上菲律賓、日本的話，他們又能夠撐多久？李博士怎麼看？好，我們都知道，日本在2次大戰戰敗之後，受到國際法的約束，它其實是不能發展軍事武力的，所以它叫自衛隊，而不是真正的軍隊。那既然它是不能夠有正式的這個軍隊，那麼它又可以製造武器，所以我就覺得其實這是一個矛盾。那麼站在國際法上來看的話，好像也沒有去制裁或者去說日本不可以製造武器來賣。但是我質疑這個動作跟他的軍事的自衛隊這個就有矛盾的衝突。那麼這3樣的重要的這個武器來看啊，我比較認為比較值得來提就是軍事指揮社控的這個系統，這就是我們台灣所謂的 C4ISR 勤監偵。這個東西如果整套都能夠做得很好，賣給菲律賓的話，當然對他來講，他的一定程度的制空權、制海權會得到很大的進步。是，但是呢，能不能保證他在南海這個區域，他就能夠給北京造成自顧不暇？我認為啊，以菲律賓的軍事的能力，特別其實他海上的能力啊是薄弱的。菲律賓的兵力火力在全世界的這個軍事的評估來講啊，算是後半段的，它並不強。不會因為日本賣給他這3樣重要的東西，他一下子就突然就好像吃了這個菠菜一樣，就變得很厲害。所以我不認為啊，它可以讓北京自顧不暇。倒是後面這個議題，我認為啊，它的這個山東艦、福建的這2個艦，我們都知道航空母艦它是船團，它不可能單艦出去非常的危險，它必須要有船團、護衛艦、驅逐艦，然後各種的這個艦隊，同時呢，它還要具備它的這個裝備、後勤補保的這個運輸船，這些如果都不能夠齊備的話，那麼它的這個航母是不能形成戰力。同時呢，雙航母出去雖然戰力強大，但雙航母的指揮調度啊難度很高，因為航空母艦它的回轉半徑啊非常小，那麼你如果適當的距離沒有取好的話，它是2個艦是不同指揮官，不同指揮官的話，也就是說山東艦、福建艦這2個指揮官的階級可能大概都是少將的這個指揮官。那既然2個都是少將的話，那誰聽誰的？換句話說，這個航空母艦如果同時2艦出發，它應該會有一個更高階的指揮官，同時指揮這兩條這個航空母艦，然後呢，才能夠讓這2個航空母艦運行得非常的順利。不過我認為啊，以中國大陸的這個航空母艦來講啊，它的開始是瓦蘭格號，
是買自於烏克蘭過去報廢的這個航空母艦，那麼然後再把它做成瓦良格號。幾年前呢，它試營運之後，發現有許多的問題。其實啊，我對航空母艦來講，我認為啊，瓦良格號嚴格講應該是屬於訓練艦而已，還不到作戰艦。但是大陸已經把它吹噓的像作戰艦一樣。事實上，嚴格來講，按照西方的嚴格來講，瓦良格號還不是作戰艦。山東、福建這個已經運作了，但是我認為還不是很成熟的這一個作戰艦，還需要再做調整。那這2個艦如果同時指揮得宜的話，我認為菲律賓啊，即使獲得日本這3個護衛艦、防空彈 C4ISR 的支援啊，也不是北京的對手。但是我認為啊，北京現在這麼聰明啊，他不會去打一個沒有意義的軍事戰，他必然是要考量國際的這個制裁，考量國際的這個形象，考量他自身的防衛的這個力道。我覺得從這樣來看，菲律賓跟北京應該打起來幾率不高。好，菲律賓軍事上面弱是弱，但是喊得卻很大聲。我們剛剛看到的是這個日本賣武器說要給菲律賓嘛，那菲律賓就說，其實我們要抗中，不只是得到了來自於日本的武器，我們還買了包括有來自於韓國的武器，甚至呢我們還有這個美國的武器哦。那韓國它是購買了什麼武器呢？就是韓國的 KF-21獵鷹4.5代的戰機。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一下，看到畫面哦，它的一些優勢包括它是半逆中的，然后有這個相列雷達。被稱為是 F-35的平價版。另外，韓國現代重工也在打造着第2艘的馬爾瓦級的飛彈巡防艦，也正式的成軍了。3200噸哦，可以反艦、反空、反潛等等。再加上早就已經部署在菲律賓的是來自於美國的提豐系統。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雖然很多的國家的武器都使用在菲律賓，但是是不是很像是印度它的萬國雜牌？會不會出現這種軍備互不相容的一個窘境，委員又怎麼看？這當然很有可能啊，所以我們曾經在這個題目裡頭討論過嘛，就說印度號稱是全球兵力排名前幾名，可是大家都笑他就是一個萬國牌，反正什麼牌子都通通買進來了。你不要看別的嘛，你就光看這個印巴之間的衝突，最後是誰佔了上風？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說，整個武器的相關的作戰系統、相關的這個射控指揮。那麼，如果你是用這種混合式的就雜牌軍大家湊在一起，你是不是能夠達到應該有的戰力跟效果？這恐怕是一個很大的問號哦。但是你光看到日本要賣武器給菲律賓，你就知道為什麼日本這麼欠修理了。就是說，坦白講，你今天有這種下場是你自己找回來的哦。就你講錯話也就算了。你還不時的想盡各種辦法去聯合菲律賓，然後來給北京政府造成麻煩。其實日本的這個盤算，其實當時他是為了要配合美國的勢力撤出第一島鏈，所以當時美國的軍方有一個另外的構想，他說我們用倒三角戰略，我們在第一島鏈留下日本、南韓跟菲律賓，我們成為一個倒三角，把台灣卡在中間，然後面向中國大陸。這是美國當時軍方所提出來的想法，那麼日本完全是照單全收，然後加以執行。那麼，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哦，大家一定要去關注是美國真的立場跟想法是什麼。就是我要強調，就是說日本現在究竟是美國交代他做他才做，還是因為他看到美國有這個想法，他就利用了美國這個想法。事實上，他要做到的是他的軍國主義重新復活。這才是我認為全世界都應該要高度關注的。就北京政府在高市早苗的失言風波過程當中，他向全世界的訴求，向聯合國的訴求，他不是訴求台灣問題，他是訴求軍國主義復活。因為現在眼看着日本的所作所為都是不斷的擴大他在這個西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了。這對曾經被侵略的國家來說，那這當然心中要有警覺哦。所以我覺得，如果日本持續要再做這種事情下去，那你當然中國大陸絕對不會放過他。那你說菲律賓呢？如果蠢到說自以為買了個日本跟南韓的這個裝備就可以跟北京一戰，就像剛剛華球哥講的，那就只能夠自取滅亡啊！就對菲律賓來講，他沒有這個實力的啦，更不要講什麼雙航母了。北京不用派一艘航母來，這個問題就解決掉了。而且更重要一點是什麼呢？我認為，如果北京要修理菲律賓，會用同樣的方法，就是南海主權問題。就南海主權問題跟釣魚台主權問題是一模一樣的戲碼。
我就在主權問題上修理你，我在那裡痛擊你，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沒有辦法介入這件事啊。好，現在菲律賓可以說是非常的頭痛，尤其小馬可仕哦，對外其實被視為菲律賓就是這一場戰爭當中美國的棋子。那另外一方面，對內菲律賓則是爆發這個天價的貪污案的示威。現在小馬可仕可以說是滿頭包，因為呢，這個幽靈防洪的工程貪污案金額啊，竟然是高達了數十億美元。所以現在民怨拉不住了，他們就是說呢，這些數十名的這些官員、議員、承包商啊，你們是貪污，應該要被抓去關起來。但你現在小馬可仕，你還有心情啊？說我要跟日本買武器，我要跟韓國買武器，到底怎麼回事？幹哥，對我說一句實在話，這些新聞出來以後，我嚇一大跳。哎呦，034防空飛彈、5衛級護衛艦，還有 KF-21這些東西看起來都不錯的哈。可是我可以告訴你，你會用嗎？然後最大的問題是你有錢嗎？啊，菲律賓，我坦白跟你講哈，我們先那個重大的弊案，我們先擺着。他在長達50年，就是半世紀之中，他沒有更新過他的海軍，因為他沒有能力。那更慘的是，他的空軍超過50年沒有進步，他用的恐怕還是我們當時從台灣清泉崗送給他的 F5戰鬥機。為什麼？因為那個是跟美國交易而來的。你把這個東西給菲律賓，我們會拿新的 F5給你，這樣子。所以蔣中正總統就好送給他。到了什麼時候？到了2000年以後，好不容易才拿了一點美國的新的教練機來。菲律賓現在是沒有空軍的，你知道嗎？所以他跟南韓買了什麼？買 FA-50，那個也是教練機，那還不叫戰鬥機，好不好？所以一次你要跳到 KF-21，KF-21是什麼？是南韓的，南韓版的 F-22，就是美國隱形戰鬥機，那是全世界最高級的。整架飛機長得就像美國的 F-22，號稱 KF-21，但是裡面的東西是降規版，降很多規啦。那所以可能可以讓菲律賓去嘗試的、去訓練的時候，他可以先從這個東西入門。可是我可以告訴各位，這也不可能。為什麼？隱形戰機對菲律賓而言，連空軍都沒有的國家，他怎麼樣去操作隱形戰機呢？海軍更是，5衛級護衛艦是日本有名的逆中護衛艦。坦白講一句，海軍人員的素質訓練沒有10年、20年，你沒有辦法成功的。所以我覺得他這次大買這麼多東西哈，大概日本那個03防空飛彈的入門比較快一點。那我們再回頭來看看菲律賓的貪腐問題。上次我們講過，300名國會議員裡面有60個國會議員牽涉到防洪工程的貪腐案。台風3次來了以後，那3次名字我真的不記得。第一次就知道那個台風那個一來，那個防洪工程擋不住的，到第3次全部都垮了。你知道那個議員在議會裡面怎麼？他們調查報告的結果怎麼樣？你知道？他告訴那個廠商說，沒有回扣，沒有標案，你到底給不給？就是說這些議員在私底下去跟廠商要回扣的時候，那個惡行惡狀，那個呲牙咧嘴。所以小馬可仕我實在很不清楚，數十億美元的回扣，可以拿來增強你的軍備多少次？範圍有可以多大？所以你跟我講，你現在你要加強軍備以應付南海問題，我看起來根本就是緣木求魚，因為你自己國內的貪腐事件，還有你跟你自己馬可仕家族裡面的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所以你還想要在南海上面用地緣政治來跟中國對抗嗎？我覺得根本就是非常滑稽的一件事情。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持續關心這個川普的關稅戰打到現在，這一回呢，零售龍頭好市多終於是不忍了，決定要告川普的關稅是違法的。現在美氣大反撲，美國境內還面臨的問題是製造業已經9年都是衰退了，甚至即將到來的耶誕節啊，聖誕樹的價格飆破，換算新台幣達到10000元呢。企業還祭出說，你買這個聖誕樹是可以分期付款的。關稅戰到底是打到了中國大
大陸身上，還是打到了美國人自己的身上呢？今天一起的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是来自於高盛的最新關稅戰的數據統計。他說啊，這個關稅成本是誰來吸收呢？美企竟然自己要吸收關稅成本51%呀！那麼美國的消費者從原來要扛37%的這個關稅成本，說到年底甚至自己要扛起高達55%的關稅，比企業還要更慘。而外國的這些出口商竟然只付了9%的關稅，要自己做承擔。好，所以呢，零售龍頭當然好市多氣炸了，他正式提告說，針對於川普的這個關稅呢，我們說我們要判他，法院你應該要判他是違法的才對。那他沒有說這個好市多沒有說自己要賠多少的錢給這個關稅，但是他有1/3的商品都是進口的，當然可以感受到好市多壓力非常大。而最新的美國海關資料也顯示，至今呢，進口商已經繳了900億美元的關稅，不止好市多要告川普啊，我們來看到其他的企業，10幾家美企也說要告。包括了化妝品的巨頭，還有我們看到這邊機車製造商等等，都說他要告川普的關稅違憲。連川普曾經的好朋友，這是全球首富馬斯克，他也說了，他說我勸過川普啊，你這關稅不好啊，會害到自己的經濟衰退，大家互課關稅，生活會變得非常的困難。但是川普一意孤行，還是要做到底。這場關稅戰在好市多帶頭反抗之下，還能夠打多久？委員怎麼看？我認為還會打很久啊。那麼，因為關稅這個議題一直是川普的過去所謂他認為要讓美國再度強大最主要的一個工具哦。那麼也是他長期以來不斷在做宣導、在做宣揚哦、在公開稱讚的這樣的一個訴求。所以你說告川普，當然法院上有輸有贏哦，然後呢，可能還有一些相關的司法程序，他已經要花很長的時間了。那就算這一拖告贏了，川普恐怕也會繞過這個相關法律的規定，用其他的方法去處理，就好像他現在對付這些所謂的移民一樣哦，不管你是合法非法移民，只要他要對付你，他總有辦法要對付你的。所以這場關稅戰，我認為恐怕還要持續很長的一段時間哦。但是其實我還是要回到我先前不斷這個強調我內心的想法。就是呢，我很開心川普打這場關稅戰，因為川普的這場關稅戰會徹底的摧毀掉美國的經濟哦。那麼這種東西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這種核彈級的破壞啊，你說從外部去攻擊美國的經濟體系，打100年都不見得會有川普這4年的效果啊。所以川普就真的就是中華民族的這個民族英雄了哦。那麼我當然希望他的這個做法能夠持續的下去，因為各位知道關稅戰。我們不止一次講過，關稅戰是沒有贏家的哦。就關稅戰最終的只有一句話，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啊。那麼最後受到衝擊的、受到損害的，一定是消費者。他不會是中國大陸的消費者，不會是墨西哥的消費者，不會是加拿大的消費者，他是美國自己的消費者，這才是關鍵問題哦。所以很多人在講說，哎呦，現在看起來美國的經濟很好哦，川普的這個關稅並沒有帶來美國的經濟衰退哦。我認為現在講還言之過早了哦，因為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GDP 的數字，看到的股市，那都是華爾街刻意炒作跟拉抬，特別是有 AI 概念股在中間，這個從中哦讓他們成為另外一個話題哦。但是你都拿掉這些的時候呢，你看看美國的人民過什麼生活？美國有多少比例人要靠食物券，要靠政府的補助才能夠生活？美國有多少人的要這個他自己都認為很羞愧的要去拿食物銀行的食物，他才能夠支撐他家庭的生活？所以美國的貧富差距已經在急速的拉大了。就當你看到美國現在這種亮眼的經濟數據的時候，你再看看美國的基層是過什麼生活，你就可以了解這樣的貧富差距一定會造成美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川普的關稅不僅會造成美國的經濟衰退跟崩跌，更重要的一點是，美國馬上就會發生因為貧富差距而造成非常重大的衝突了。是，確實哦，現在美國的股市可以說是跟經濟完全脫鈎啦。我們先來看到對於這個產業還有消費者持續到底有哪些影響。原本川普的關稅戰是要救美國的製造業，沒有想到11月製造業持續萎縮，而且已經連續9個月都是衰退了。那製造業的業者就說啦，從4月關稅實施之後，他們已經裁員，哇塞，5.9萬人哎，原因就是因為這個成本增加了，所以企業只好說，裁員來削減支出。那對於消費者，剛剛也講
到，也有所影響，而且是影響非常大的。尤其現在眼看耶誕節要到了。數據統計，美國消費者每一個人得多支出$132哦。那耶誕樹的價格也是狂漲，尤其進口量在暴跌的70%之下，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耶誕樹進口價格從$89變成了$129，但是這樣子的一個價格都不及美國製造的$299，等於上萬一棵耶誕節的聖誕樹就要上萬新台幣。所以呢，沃爾瑪跟 Target 趕快釋出一些招數，說呢，一人只能買一棵聖誕樹。那 Target 就說，聖誕樹這麼貴，那我們沒關係，12期來分期付款好了。反倒是義烏我們看到它完全不受影響哦，它不斷的出口它的耶誕節的這一些商品產品到拉美跟歐盟，上半年歐盟出口甚至暴增了104%。到底川普關稅戰是害到誰啊？美國網絡上有一個笑話，說一個女郎哈，她說她生平買的最貴的一件衣服哈，叫做婚紗，這大家都能理解嘛，对不對？但她最近呢，因為美國關稅戰哈，她買了生平第2件最貴的衣服，叫一件風衣。風衣怎麼會很貴呢？你知道為什麼那風衣貴嗎？那風衣本來的價值只有$490啊，大約1萬多塊嘛，對不對？可是要繳$250的稅。他說活活被這個關稅剝削，他說他氣得要死啊！為什麼？你拜關稅之賜，拜你們川普的這個德政之賜。他說他特別用老娘啊，老娘從來沒有買過這麼貴的風衣啊！他一次又不是什麼高級品牌，對不對？結果這件風衣總共要高達$750，2萬2千塊台幣。他覺得他很不值得，可是你要不要穿呢？因為他喜歡那牌子。他只是他是用這個小故事告訴大家說，其實美國因為關稅政策受害的小老百姓，剛剛大千委員都講沒有錯。為什麼？因為現在80%的企業他們遇缺不補，然後呢大舉裁員，從年初到現在裁掉了美國的企業主要企業裁掉了5.9萬人，但是有更多人是怎麼樣？就是說，如果你一旦離職，或者說你不願意繼續做的話，他們這個缺額他們不會再補上去。為什麼？大家都在觀望說這場企業戰的究竟最後的結果是什麼？那 Costco 啊，老實講一句，好市多他就是一直在忍，他從1月忍到現在啦。我跟你講，他已經快忍不下去了。為什麼？因為這家公司全球知名嘛，他實在受不了。他跟曼哈頓的貿易法庭啊提出，他說他控告川普政府啊，但是他現在最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就是一定要讓美國關稅及邊境管理局幹嘛停下來說，我們這一期12月15號到期嘛，要付這個關稅嘛，對不對？這一期可不可以先不要付，等到美國最高法院判下来之後，你們貿易法院再來判。現在的問題就卡在這邊。大家會想說，都已經付那麼多個月了，我告訴你，好市多已經付得很生氣了，所以付到這個月到12月的時候，他就已經很想說，政府違法，你援引了1977年緊急權力及經濟法案而徵收這些稅收，造成我們的成本大增。所以為什麼？所以我們進口商的成本已經，今年到現在已經付了900億了。那我 Costco 付了多少關稅錢出去？秘密不能講，上法院再講。所以大家就曉得說，這個問題已經造成了美國國內很大的經濟衝擊。所以如果說 Costco 這個官司大家都在看，你知道為什麼在看嗎？包括化妝品大廠露華濃、橫濱輪胎啊，還有川崎重工，他們都在看。還有我們最熟悉的雷朋眼鏡、太陽眼鏡有沒有？它也受到很大的傷害，而且它有很多子公司，他們都在看。如果 Costco 打贏，他們也要跟進。所以大家就曉得說，川普其實在這一次的關稅戰爭之中，他也許幫政府賺了錢，但不是幫美國的老百姓或企業賺錢，他一定會得到很大的反彈，而且這個反彈到了耶誕節之後還
還會繼續下去。在這樣的反彈聲浪之下，川普接下來會不會收回他的一些關稅政策呢？那其實我們現在看到，一邊是來自於美國自己內部的壓力，但是川普好像還是很有時間管其他國家的事情。針對於中南美洲，他持續做這種內政治上面的干預，包括他說要抓這個委內瑞拉的總統，因為他說他是毒梟嘛。那另外一方面，持續的這個干預洪都拉斯他的總統大選的這一場內政，美國能夠扛得住同時的內爆加外壓雙重的風暴嗎？最後一點點時間，1分半，花球哥怎麼看？好，剛才這個委員跟幹哥都講，這個川普弄這個關稅啊，受害的是美國人。我看還有2個，受害的是被他制裁的這些國家。然後呢，這2個都受害，回歸過來 feedback 就會到川普的身上。為什麼？川普要處理的問題不是只有關稅啊，移民、槍支、健保、貧民窟的問題很多啊。美國內政的問題他怎麼收得住？收不住。但是他選上了，美國人其實也沒有辦法。但是呢，我們又回過來看委內瑞拉、洪都拉斯這2個拉丁美洲的這個國家，川普為什麼要去弄這2個國家？因為他在選舉的時候就說，我大概一上任1個月或2個月，我就能夠把俄烏戰爭搞定。上任也快1年了，1月份，明年1月份就1年了，沒搞定呢。然後弄那個28條，又改成19條，弄得澤倫斯基啊非常不舒服。雖然澤倫斯基貪腐非常嚴重，但是國際上來看，你這個28條根本就一個不平等條約。換句話說，委內瑞拉這個總統馬克洛、洪都拉斯這2個國家，但是呢，現在有一個問題，我們國內也一直在想說，洪都拉斯有沒有可能被美國制裁之後再回來跟台灣的復交？我認為啊，這個可能性並不大。即便有，這個國家對我們幫助也不大，要花我們很多錢的。我們的老百姓應該啊不會覺得洪都拉斯跟我們復交之後是一個樂觀的現象。好，謝謝花球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接下來在晶片站，我們來關心到的是中國大陸的晶片有黑科技的突破。今天要來關心到的是大陸最新宣布的這一款叫做3D 混合的鍵黑科技，那麼竟然聲稱能讓14奈米晶片效能媲美這個輝達的4奈米 GPU， 怎麼回事？我們趕快來看到是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產業協會的副理事長，他這樣說：14奈米的製程，再搭配上18奈米低潤記憶體的人工智慧晶片，我們採用的技術是3D 混合鍵合技術，就能夠實現這個有一點複雜，等一下請委員來幫我們解釋哦。這個銅對銅超高密度連接，效能媲美輝達的4奈米的 GPU， 真的能做到嗎？是用什麼樣子的原理？那他這邊有特別提到是靠着記憶體貼在一起跑，就可以讓延遲大幅下降，速度飆升。委員怎麼看？對，這其實是封裝技術的一種大幅度的提升哦。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那個晶圓的產業，其實它是一條產業鏈嘛哦。你說台積電，它把晶圓做出來了之後，不是這樣就拿去用了，不是這樣就能夠拿去做組裝了。它要送到封測廠去測試，然後去封裝，這就叫做所謂的封裝。什麼叫封裝？就是因為你一個電子元件哦，你裡頭包含了非常多的晶片，那不同的功能你就有放不同的晶片在裡頭。可是你把晶片堆疊在一起的關鍵問題來了，你晶片堆疊的時候，你要怎麼堆疊？你要怎麼樣的堆疊才能夠讓效能提到最高？那過去在堆疊的過程當中，它中間是有一個要鍵合的时候，它會用，比如用那個锡啊來做焊接的這個動作。所以呢，在過去的這個堆疊的過程裡頭呢，它往往如果堆疊的不夠緊密，那麼你中間就會產生在能量傳遞過程當中的消耗，然後你中間在這個速度上也會受到延遲。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所謂的這個 hybrid bonding 哦，就是我們現在在講的叫混合鏈合哦，就混合鏈合這個。混合鍵合這個工作，它其實做的就是什麼呢？它可以跟你精密的做到，我晶片跟晶片在對接的時候呢，我銅對銅，然後呢，我非傳導的地方對非傳導的地方，所以呢，我在傳遞的過程當中，我晶片跟晶片之間的這個空隙可以壓到最小，
那我壓到最小的時候呢，我傳遞的耗能就會降低，然後我的速度就會變快。是，所以現在我們看到中國大陸講的這個所謂的黑科技，就是現在在封裝的測試的行業裡頭，大家都在做的，就叫做我剛剛講的叫做這個 hybrid bonding 哦，就是所謂的叫混合的這個鏈合哦，或者混合的鍵合。那麼如果中國大陸真的能夠做到這一點，那麼當然。在封裝技術上算是一個很大的突破。那他現在所提出來的說，他在很多的效能上能夠大幅的提升，那這並不令人意外了。好，一方面我们刚刚看到是在晶片上面的这个黑科技突破，那另外我们也来看到是 AI 大模型上面也有突破。两个，一个是 DeepSeek 的 V3.2，那另外一个是它有一个 Special， 就是特殊款。我們先來看第一個，這個 DeepSeek 的 V3.2主攻的是推理跟日常任務，至於 Special 版，它就是聽起來就是往這個比較高性能的版本去發展。官方說了，這個性能甚至可以超過 GPT-5 跟 Gemini 3.0 Pro。那它厲害的地方是它有這個 DSA。稀疏注意力架構，簡單來說就是可以大幅減輕 AI 處理長文件啊、複雜任務所需要的運算，而且成本直接砍70%，真的能做得到嗎 ？DeepSeek 能夠硬碰 GPT-5跟 Gemini 3 Pro 嗎？幹哥怎麼看？好，我跟你講哈，他就說那個 DeepSeek 它的那個。V3.2 Special 已經參加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還有什麼？還有那個國際大學生程式設計競賽，你知道嗎？他們就說他的模型表現哈，專家結果分析出他的表現可以從人類的學生，從第1到第10名裡面，這個 Special 他已經拿到第2名跟第10名這2個名次了。也就是說，已經跟人腦在拼了。那其實我覺得這個貢獻是非常強大的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說，他就是在長文裡面，他找到一個方法。為什麼？就是 DSA 他用很低的成本，他先掃描索引，他掃描索引之後，你知道我們在建立模型的時候，很多比如不管是 ChatGPT 或者是 OpenAI 也好，對不對？他們會整個去看啊，所以當然他模型會大嘛，但整個去看，然後慢慢再篩選。那你要泡一杯咖啡等他，對不對？我現在講的是10幾萬字的那一種啊，就大型的倉庫裡面，你要用1杯咖啡的時間等他，或者你只要2秒鐘，它就可以翻譯出來。現在 DeepSeek V3.2 它就做到了，它就做到，他說不用，你可能只要轉眼之間，它就可以幫你翻譯出來。它用的方法很簡單，就是把99%的廢話給丟掉。但是你要怎麼樣知道那99%是廢話？他只要那個1%，然後深度解讀，那就是 DeepSeek 啊 V3.2 的 Special 版，它的功能跟實力。所以在傳統模型，它處理部分的資料的時候，它花的時間是現在普遍模型所遭遇到的問題。那 DeepSeek V3.2 它到現在有這個2個版本，都慢慢的讓什麼？讓這個開源，我就是開源，我真的是開源啊！我的詞源都是 open 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它的解算能力越來越高，而且他說真的可以跟誰？就是跟谷歌被認為是最強的 Gemini 3.0 Pro 啊，對，這個是最強的。他說他有一天我會打敗 Gemini 3.0 Pro，有沒有可能？我覺得梁文峰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非常有可能。好，另外一方面是有沒有可能再來就是說成本還說可以降低70%，委員怎麼看？對，我簡單的幫大家科普一下，因為我在研究所教的就是人工智慧哦。那麼我們在人工智慧裡頭最常聽到的就是詞源。什麼叫做詞源？我講一句話，我想吃蘋果，這句話電腦讀進去的時候，它要先把這一句話分成不同的詞源。我是一個詞源，想是一個詞源，吃是一個詞源，蘋果2個字是一個詞源，句號再是一個詞源。當你把詞源分完之後，你要做的就是把它變成向量，所以叫做文字轉向量。我們現在在講的處理詞源，為什麼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就是你把詞源分完之後，電腦不是讀這些字哦，在電腦裡頭，我代表的是一個向量，這個向量可能有10萬個數字。但是這一組向量進去，電腦讀出來就知道，它這個就是我的意思。想吃蘋果，它要這樣讀。那在它讀的過程當中，對文字處理上最難的是什麼？我讀了，它讀進了我之後，
我下一個輸入的是想，可是他不能忘記我啊，對，我還要在裡頭啊。他如果只是讀了想，忘記掉了我的話，那這句他根本不理解，他最后只讀到了一個蘋果，不是，他最後只讀到了一個句點而已啊。所以呢，要如何能夠一長串的文字輸入，而能夠讓它處理，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哦。我剛才講說，我今天輸入，我想吃蘋果，我用文字輸入，我要經過第一個大模型，我要把它變成向量，然後第二個我要進入真正的大模型，我要開始進行處理，第三個我要吐出來的時候還是向量，我又要再經過另外一個大模型把它變成文字。所以你看看，在處理的過程當中，這就是所謂的成本了。這就是所謂我們要花的時間成本跟經費成本。為什麼需要這麼大的算力？原因就在這裡。那 DeepSeek 很厲害的一點就是說，它如果能夠把處理每100萬個詞源哦，各位知道100萬個詞源是多少嗎？大概你可以把金庸的《射雕英雄傳》整套丟進去，大概也就是100萬個詞源了。那麼它處理的這個費用可以大幅的降低。那這對 DeepSeek 或者是對 DeepSeek 的用戶來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福音哎，因為我們現在。各位知道，我們現在雖然你交了錢給 ChatGPT， 你交了錢給 Gemini，可是其實所有的這些運算的成本、這些處理的成本，都是這些公司在做吸收的，所以他們的負擔是很重的。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的 AI 公司都沒有賺錢啊，因為他的錢全部都丟到算力裡頭去了嘛。可是如果今天我可以把算力做這樣的處理，那麼當然我 DeepSeek 的負擔就會大幅的降低了。那 DeepSeek 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靠着演算法，這才是它厲害的地方哦。就 DeepSeek 它一直號稱說，它要用軟體的突破這個硬體的封鎖，而 DeepSeek 真的做到了。好，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AI 的模型哦。那另外一方面呢 ，AI 的推理晶片，我们來看到它的供應量，未來可能會出現供不應求，也就是完全不需要用到輝達 H20晶片了。因為呢，現在數據顯示，美國投行做的2025年底大陸 AI 的推理晶片供應量會是需求的4倍哦，會有供不應求的問題，一直到2030年。那這些缺口會由本土的企業、華為、寒武紀等晶片業者來補上。那麼大陸的7奈米 AI 晶片的年產量到2030年，甚至預估會有爆炸級的成長，高達410萬片。輝達執行長黃仁勳的噩夢真的來了嗎？李博士怎麼看？我看啊，川普推動這一個晶片，我把它叫做 Chip War， 晶片戰爭。那因為晶片戰爭，所以他在推廣 Chip Marketing， 晶片的市場。那他這裡特別講到說，這是一個出口的管制，會不會失去意義？我認為啊，以美國這麼大，然後科技這麼進步，它不應該叫出口管制，它應該叫出口輔導。如果你把管制 control 這個改成輔導的話，這個晶片戰爭打不起來。黃仁勳也不會這麼害怕。黃仁勳啊，一個禮拜我印象上個禮拜10幾天2個禮拜只會來台灣2趟。你看看這個有見有多嚴重。那我認為黃仁勳他不會得到市場噩夢，但他應該是非常擔心川普的出口。